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界面新闻消息，据彭博16日消息，日本读卖新闻援引多名未具名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已告知美国，他不会加入特朗普政府呼吁世界各国参加的清洁网络计划。据报道，日本已告知美国，按照当前这种将某一特定国家排除在外的形式，他不能加入该计划，但若计划做出修改，他还是愿意考虑加入。一点资讯，官方播报。北京青年报消息，再过几天就是小天赐1周岁的生日。2019年10月25日，山东枣庄67岁的高龄产妇田女士生下一名女婴，引发网友关注。因为觉得女儿是上天赐予这个家庭的礼物，第3次做父亲的黄维平给孩子取名天赐。今年天赐的母亲已经68岁，天赐的父亲69岁，夫妻俩现在自己照顾孩子，女儿也已经学会了叫爸爸妈妈。我们现在身体都还很好，相信可以继续照顾好孩子，我们做的不会比那些20多岁的奶爸奶妈差，黄维平说。北京青年报消息，2019年10月25号，山东枣庄67岁的高龄产妇田女士生下一名女婴，引发网友关注。因为觉得女儿是上天赐予这个家庭的礼物，第3次做父亲的黄维平给孩子取名天赐。今年天赐的母亲已经68岁，天赐的父亲69岁，夫妻俩现在自己照顾孩子，女儿也已经学会了叫爸爸妈妈。黄维平说，我们现在身体还很好，相信可以继续照顾好孩子，我们做的不会比那些20多岁的奶爸奶妈差。黄维平和妻子在30多年前就已经儿女双全，小天赐出生之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黄维平的一个孙女都已经上了大学。根据当地的规定，生育3胎的家庭会因为超生面临罚款，因为已经生育过2个孩子，天赐是第3个孩子。黄维平此前还曾考虑过因为超生而被罚款。枣庄市卫健委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之前卫健委确实讨论过黄维平一家的情况，但是现在还未听说他们因为超生而被处罚的相关消息。据环球时报国际消息，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多名政府官员15日透露，对于特朗普政府将在通信等网络领域排除中国企业的计划，日本政府目前已向美方传达了暂不参与的方针政策。日方还表示，在出现安全方面担忧的情况时，日本将与美国合作采取相关对策。报道指出，今年8月，美国政府提出了所谓清洁网络计划，即在通信网络、手机应用、云服务、海底电缆等与通讯技术相关的5个领域排除中国企业，并呼吁各国进行合作，并称此举的目的是避免泄露机密等安全隐患。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界面新闻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美国国税局完成审计后公布纳税记录。对于自己多年未缴或少缴联邦所得税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回应称，这完全是假新闻。当天早些时候，《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披露，特朗普在2016年和2017年每年分别只缴纳了750美元联邦所得税。该报称，根据其获得的20多年纳税申报数据，特朗普在过去15年里有10年没有缴纳联邦所得税。特朗普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否认上述报道，他说这完全是假新闻，事实上我交了税，但是我的报税表正在被审计，他们已经被审计很长时间了。此时距离特朗普和拜登的第一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已不到3天时间。特朗普指责道，《纽约时报》只不过想在大选前编造一点故事，那不过是假新闻而已。一点资讯，官方报道。环球网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刊登的一幅照片引发争议。据华盛顿邮报14日报道，上周刚刚说过老年人是最可爱的人的特朗普，转头就换了另一副面孔，将仅仅比自己年长3岁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头像披在一个坐轮椅住养老院的老年人身上，并在图片下方放上了拜登团队的竞选标志。只不过特朗普把图片上拜登当总统这句标语改成了拜登是住户，意思是建议拜登住在养老院而不是白宫。特朗普周2晚将这张图片发在推特上，引发网民争议。有人表示喜欢特朗普的幽默，也有人认为特朗普在侮辱老年人，难怪老年选民在抛弃他。
一点资讯，官方报道，海外网10月16日电，于9月底在白宫举行的大法官提名式，由于缺少防护措施，变成了一场超级传播事件。在数十例与白宫相关联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包括特朗普的忠实盟友、竞选顾问之一、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克里斯蒂在重症监护室 ICU 治疗了7天后反思道：“我错了，该戴口罩的。”澎湃时事消息，10月16日，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前不久青岛一所学校让体育老师当班主任，结果遭到家长的反对投诉，引起社会关注。对此，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表示，这些问题的出现，其实还是社会思想观念和现行的师资教师评价乃至学生评价体系所带来的一个问题。王登峰认为，关于体育老师当班主任的问题之所以能够提出来，其实是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认为体育不是主课，体育这门课学的好坏，甚至学不学都没有什么重要性，因此让教体育的老师当班主任，可能对学生体育评价，特别是涉及到升学考试的内容，没有多大的贡献力。另外，也是对整个体育教师师资队伍和体育教学状况的担心。他表示，从教育部的角度来说，体育老师、音乐老师、美术老师、科技老师都可以做班主任，因为每一名教师都是要有教师资格证的，都是符合教师要求的。他们教的科目不同，不等于说哪些科目就不能做班主任。一点资讯，官方报道，环球网消息，据卷城公安消息，10月15日，卷城警方成功抓获一名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违法人员白某某。10月15日，卷城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网上巡逻执法时，发现一张关于疫情的截图，声称董口镇的白某某检测结果为阳性，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城区派出所民警对该截图内容梳理后，循迹追踪，很快确定了发布人员白某某的真实身份，并将其抓获。经询问，白某某为了吓唬同学，10月14日18时许，将自己的核酸检测结果截图利用手机软件改为阳性，并发布到微信群，造成该信息被大量传播，造成较坏影响。其虚构事实的行为扰乱了公共秩序，触及了法律。目前，违法人员白某某已被行政拘留。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时报消息，今天15日，台湾防疫部门发言人庄仁祥在公布11日从江苏返台的一名台湾居民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时，语出惊人，竟用很不幸一词来描述这名从大陆返台的台湾籍居民的阴性检测结果。此前，台湾当局曾于13日宣称，一名台湾友达光电工厂的干部在于11日从江苏返回台湾时出现感冒症状，并经检测发现其新冠病毒阳性。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界面消息，当地时间15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进行市政厅会议，并回答佛罗里达州选民的提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对此进行现场直播。据福克斯新闻报道，在被问及若拜登赢得大选是否接受和平移交权力时，特朗普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特朗普强调了邮寄选票的舞弊行为，称有成千上万张选票被扔进垃圾箱，军队的选票被扔进垃圾桶。他们暗中监视我的竞选活动，后来被我发现了。他们企图让一个经正式选举的现任总统下台。你问我是否会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特朗普说，答案是肯定的，我会的。但是我希望这是一场诚实的选举，每个人都希望如此。特朗普补充说，理想的情况是我不想移交，我想赢。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据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今日6时，现存确诊病例448例，现存疑似病例5例，现存重症病例4例，累计确诊病例91411例，治愈病例86217例，死亡病例4746例。一点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0月16日4点10分，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9.80点。或 0.07%， 报28,494.20点；纳指跌54.86点，或 0.47%， 报11,713.87点；标普500指数跌5.33点，或 0.15%， 报3,483.34点。
大型科技股普跌，苹果跌0.40%，特斯拉跌2.69%，亚马逊跌0.75%，微软跌0.54%，Facebook 跌1.88%，苏姆涨超5%，美联航跌超3%，领跌航空股。再生元跌超2%，吉利德和礼来制药均跌超1%，蔚来汽车涨超5%，继续创历史新高。开心汽车跌超30%，略微回吐，上日超过266%的涨幅。一点资讯，官方播报，观察者网消息，一手缔造了包括福克斯新闻在内的传媒帝国的默多克，在美国有另一重身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富有影响力的支持者之一。但这个传媒大亨最近对特朗普失去了信心。据美国《每日野兽》15日报道，默多克的几名亲信透露，由于默多克对特朗普处理新冠疫情的方式感到失望，他相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2020年大选。即便如此，默多克对拜登也没口下留情。经历了这一切，指特朗普政府防疫不力后，人们都准备好迎接瞌睡桥了。一点资讯，官方播报，观察者网消息，外交部网站消息，2020年10月15日，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接受俄生意人报记者叶莲娜·切尔年科采访，就中国核政策和核力量发展、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等问题，阐述了中方原则立场。傅强调，中国始终恪守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一直将自身核力量规模限制在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限度，这一政策不会改变。中国对成为核超级大国不感兴趣，不会走冷战时期美苏疯狂进行核军备竞赛的老路。中国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参与核军备竞赛。傅驳斥了美国对中国核力量建设的无端指责，并指出，中国奉行自卫防御的最低核威慑战略，是基于中国自身安全需要和核武器作为终极威慑手段的性质等考量做出的战略选择。外界对中国核武器数量的猜测毫无根据。中方加强战略能力建设，是新形势下确保核武库安全性和可靠性的客观需要，希望外界客观正确看待。中国新闻网消息，据外交部网站消息，2020年10月15日，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接受俄生意人报采访。傅强调，中国始终恪守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一直将自身核力量规模限制在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限度，这一政策不会改变。中国对成为核超级大国不感兴趣，不会走冷战时期美苏疯狂进行核军备竞赛的老路。中国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参与核军备竞赛。傅驳斥了美国对中国核力量建设的无端指责，并指出，中国奉行自卫防御的最低核威慑战略，是基于中国自身安全需要和核武器作为终极威慑手段的性质等考量做出的战略选择。外界对中国核武器数量的猜测毫无根据。傅指出，美不断毁约退群，提出所谓的三边军控谈判，是为其自身摆脱条约束缚，谋求绝对战略优势制造借口。中国核力量与美俄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要求中国参加所谓的三边军控谈判不公平、不合理、不可行，中国不会参加。一点资讯，官方报报，环球网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15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冲突在纳卡地区持续进行，一家医院在战火中被摧毁。据报道，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爆发的冲突仍在持续。亚美尼亚方面表示，阿塞拜疆武装力量从当天清晨开始，在纳卡地区接触线恢复了炮击行动。阿塞拜疆方面此前指责亚美尼亚企图夺取阿方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还向阿领土发射火箭弹。亚美尼亚否认了这一说法。新华社南京消息，1999年至2001年，无锡市西南地区发生拦路袭击单身女性系列事件，犯罪分子尾随守候夜间上下班女工，持棍棒、铁锤等凶器实施暴力伤害并强奸抢劫，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年警方采取了多种手段侦办案件，但是始终没能将嫌疑人抓获。
不过，在其中一起案件现场，警方从一处新鲜粪便上的几片菜叶上提取到嫌疑人指纹，这为今天案件告破留下了关键线索。今年5月30日，无锡一家餐饮店老板发现少了一筐30斤的鸡蛋和一箱鸡块，价值约170元。警方循线追踪，锁定嫌疑人为郁某。郁某被传唤至派出所后，交代了顺手牵羊进行盗窃的事实，表示愿意赔偿，并取得受害人谅解。2个多月后，无锡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所技术员再度进行指纹滚动比对，发现19年前西南地区系列强奸杀人案嫌犯指纹高度比中郁某。无锡警方据此展开调查，确认郁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将其抓获。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中印两军12日在楚舒勒举行第7轮军长级会谈。据新德里电视台15日消息，印度外长苏杰生13日表示，不希望预测印度和中国正在进行的关于边界争端的讨论结果。报道称，苏杰生在第7轮军长级会谈后的第2天，在彭博印度经济论坛上作出上述发言，讨论正在进行中，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我的首要原则是不预测仍在发生的事情。苏杰生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表示，目前的进展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机密，我们将拭目以待。13日晚间，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发布了12日中印两军在楚舒勒举行第7轮军长级会谈的相关情况，内容中没有涉及会谈前中印边界西段时空线地区脱离接触的时间表。但专家认为，此次会谈继续对外释放了双方不让分歧上升为争端的共识，表明双方此刻是在相向而行。证券时报一公司讯，10月13号，粤澳呼吸道病原体新药联合研究中心第4次理事会白云山板蓝根澳门转化研讨会暨合作签约仪式在广州举行。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透露，研究团队开展了一系列体外研究，发现白云山复方板蓝根颗粒对新冠病毒有效。此外，白云山复方板蓝根科研成果计划在澳门产业化，成为广药集团澳门国际总部成立后首个落地项目。据环球网国内消息，10月13日，云南德宏边境管理支队畹町边境派出所查获一起深夜利用下水道偷渡入境案，抓获偷渡人员8名。13日凌晨3时许，畹町边境派出所巡逻队在巡逻至畹町边关明镇广场时，发现4名人员神色慌张，形迹可疑。民警立即上前对4人进行布控盘查。刚开始，狡猾的4人说话吞吞吐吐，不如实回答民警询问。细心的民警耐心地核查其身份，最终逐个击破嫌疑人的心理防线。4名可疑人员当场交代了从下水道偷渡入境的违法事实。原来，狡猾的不法分子竟盯上了一条通向界河旁边的下水道。北京日报消息，据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官方网站消息，意大利疫情强烈反弹，已有近100名旅意侨胞留学生感染，其中不乏重症患者，受冲击之严重远超第一波疫情。为此，中国驻意大利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全体旅意侨胞、留学生和中资机构人员，务请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确保健康和安全。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10月9日以来，意大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连续多日突破5000例，其中10月14日新增7332例，超过了今年3月21日新增6557例的最高峰。驻意使馆给出6点郑重提示： 1. 坚决杜绝麻痹轻视意识； 2. 严格遵守当地防疫法令； 3. 安全稳妥复工复产复学； 4. 及时有效处理各类情况； 5. 遇紧急情况可以向使馆主动寻求帮助； 6. 沉着应对疫情反弹。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国际消息，10月15日消息，世界最先进的潜水艇日前面世，英国公司推出特战潜艇 VICTA， 看起来就像是从007詹姆斯邦德电影中出来的一样，是专门为特战部队使用而设计的。VICTA 既可在水面上航行，又可以在水下深潜，结合了快艇和专业潜水艇的特点。
他在这两个领域的性能，以及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快速转换的能力，是由一个独特的线控飞行控制系统实现的。该系统可以在任何条件下保持稳定。钱江晚报消息，宁波男子严某和妻子李某3年前正式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女儿归妻子李某抚养，抚养费包括教育费、医疗费等均由严某一人负担，家中2套房产也都归妻子李某所有。初看这份离婚协议书，是不是觉得净身出户的严某太有情有义了？绝对是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好男人。最近这位严某因为欠债却被告上了法庭，严某好男人的人设就此崩塌了。2020年8月，原告宁波某投资公司起诉被告严某以及第3人李某，认为被告严某欠债不还，却在离婚时将2套房产分给前妻李某，请求法院撤销严某与李某离婚协议中关于房产归属的约定。原来，严某的公司与原告公司此前因生意合作发生纠纷。2014年，经仲裁机构裁决，严某公司需支付原告公司股权回购价款及违约金2400余万元，严某仅履行了60余万元的债务，剩余款项再未支付。原告起诉称，严某在负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离婚时自愿承担了所有抚养费用，却全面放弃了自己应得的共有财产份额，将2套婚内购买的房屋归女方所有。这种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鄞州法院经审理后，撤销了严某与李某离婚协议中关于2套房产归属的约定，并判令被告严某支付原告律师费支出8000元。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一点资讯，官方报道。环球网国内消息，10月15日上午，平安无锡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近期警方侦破西南地区重大命案积案的相关情况。1999年至2001年，无锡西南地区发生拦路袭击单身女性系列案件，犯罪分子尾随守候夜间上下班女工，持棍棒、铁锤等凶器拦路袭击，并实施抢劫、强奸，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限于当时的条件限制，案件侦查始终未取得突破。19年来，无锡警方始终肩负着命案必破的使命担当。依托侦查办案体系改革和现代刑事技术，终于在2020年8月18日将犯罪嫌疑人于某山抓获。经审讯，于某山交代了系列抢劫、强奸作案的犯罪事实，尘封19年之久的命案积案最终得以告破。一点资讯，官方报道。海外网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发言人16日上午称，我们已经获悉莫雷辞职，对此不做评论。我们祝贺拉斐尔斯通升职为火箭队新任总经理。我们再次重申，任何企图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言行都要付出代价。希望莫雷先生一路走好。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国际消息，第2轮总统竞选辩论被取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将在美国东部时间15日晚8时由面对面较量改为隔空交阵。据美联社等媒体15日报道，特朗普和拜登当天将在不同城市的媒体以电视直播的市政厅式活动争夺观众。特朗普将在迈阿密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采访，拜登则将在费城登上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节目。拜登和特朗普上个月的首场辩论吸引了7300万观众，但此次隔着屏幕的唇枪舌剑可能不会吸引这么多人。在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特朗普事前拒绝在周四和拜登进行线上辩论。法新社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系主任卡农认为，总统这样做犯了战术错误。他比拜登更需要辩论，他是需要改变选举势头的人。华尔街日报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5日公布的对登记选民进行的一项新调查发现，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仅剩不到3周之际，拜登的支持率以2位数的优势领先于特朗普。